忙碌的生活中，记得要好好的爱自己，热爱旅行，热爱学习，热爱生活。愿与你一起分享人生旅途中的美好与感动，也与你分享在我自我疗愈过程中发现的好书、课程、疗愈系的大自然旅宿以及韩剧的心得感悟，让我们一起遇见幸福。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Jennifer 的旅行疗愈人生的频道。这个频道主要是记录过去我如何透过温泉水疗、大自然旅行跟一些疗愈的工具来改善我的失眠焦虑，并且收获和谐的家庭关系的一个经验分享。那今天这一集呢是全台湾10大我自己排10大，就是大自然疗愈系的温泉旅宿度假村的饭店推荐。那就是经过这个分享呢，希望可以让你可以节省时间呢，就可以轻松订到呢这种有大自然疗愈感的这种温泉旅宿，让你们呢身心可以舒压，然后很放松，然后也可以让家庭关系呢更加紧密。那上个周末呢，我去谷关呢日式温泉饭店呢过就是16年的结婚纪念日，那也感觉很疗愈，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那回想呢，其实过去跟先生呢也有因为就是说他工作忙碌的关系，然后让家庭有那种崩坏的感觉。那这个能够修补回来的过程呢，我也想说有机会的话就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那因为过去在这疫情期间都不能出国，我本身是非常喜欢旅行，所以每年至少也会安排就是两次到3次出国。那因为疫情的时候不能出国，所以我就变成在台湾到处去住这种大自然景观温泉的水疗饭店。然后我也在节目当中呢会分析呢这些景观水疗饭店的优缺点，还有房型的一些分析推荐。待会我也会把我自己的评比给就是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过往因为我们出国的时候，我们都会是特别的是挑饭店，然后才去一个地方玩，是比较逆向操作。我们反而不是以景点为主，我们是以饭店为主。所以我对于饭店的就是说一些要求呢是比较完美主义的啦。那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台湾住的这些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可以让大家就是订饭店呢变成轻松10分钟可以搞定的事。那日后呢节目中也会分享我的疗愈旅程当中呢使用过的工具或者是上过的课程好书的这些分享，让大家可以少走弯路，然后都可以一夜好眠，拥有幸福平静喜悦的人生。OK， 那现在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主题呢，就是饭店的一个分享。那这些温泉度假旅宿呢，他们都是我去实住过的一些经验，就是他们都有共同点，就是他们可以看到大自然，然后呢可以泡汤，然后可以感觉到有种疗愈身心灵的感觉。好，那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泡汤，那不论是春夏秋冬我都会去泡汤。有人之前问我说为什么你要夏天来泡汤，那我的回答是，就是我觉得夏天泡汤就是会感觉就是人比较没有那么多，而且我的体质过去就是比较属于比较寒性体质，所以虽然近几年已经有慢慢转成温的，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泡汤。那在夏天的时候泡，好处就是人真的没有那么多，我可以就是独占这个大众浴池。
好，那对于我来讲呢，就是温泉疗愈之旅，就是我爱自己、疗愈自己的方法之一。那也给大家参考。就是我感觉，就是你们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在山林间聆听着虫鸣鸟叫，然后泡在温热的温泉池里面，然后感受那种微风啊，轻抚你的发丝，然后看着蓝天里的白云悠悠的飘过，然后看着树叶呢随风摇曳飞舞，在听那种树叶沙沙的那种声音，我感觉就是那种身心灵啊，都好像接受了一场大自然的疗愈的这种洗礼。那泡完汤呢，你可以跟家人一起享用饭店的自助餐啊，一起说说笑笑啊，天南地北的聊啊，然后晚上在一起参与饭店的一些活动，听听音乐会，陪孩子玩水啊，所以你就会感觉生命中的爱跟幸福是那么的可以因为悠闲而被连接、被看见。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旅行的安排，对于家庭的关系呢，是一定有所可以帮助的。好，那不知道大家准备好要来一场就是大自然的身心灵的飨宴了吗？因为现在刚好是秋季嘛，现在11月了，所以我感觉也到了就是快要转凉的时候，可是今年暖冬真的是比较慢。好，那我是觉得很感恩我们住在台湾哦，因为依山傍水的，然后还有蕴含这种珍贵的不老法宝，就是温泉，让我们在身心疲惫的时候呢，还有疗愈的这种美好的空间。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实住过的一些有很美的这种山景，然后又可以泡温泉的饭店。那从北到南啊，像是礁溪啊、苗栗啊、花莲啊、台东等等。那之后如果说发现新的饭店呢，我还会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更新哦。那也请大家呢可以呢帮我按一下在 YouTube Podcast 里面的这个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然后按赞，这样子以后呢，如果我有新的频道的节目推出，你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呢就会让 YouTube 自动推送给你们哦。那也欢迎大家来我的就是部落格让我就是说我在里面也收集了很多有关就是饭店的一些名单口袋名单跟实住的体验，那也可以看到哦。那祝福大家都可以有一场身心灵疗愈的一个温泉舒心暖心之旅。那今天呢，我想要先介绍呢，就是位在乌来的一个富森板制的这个算是泡汤的一个旅店。那当初吸引我的是它的下午茶的大自然景观。那它有一个就是楼梯上面就是会有一层一层的这种观景平台，然后有这种阳伞啊，然后可以在伞下就是欣赏大自然，然后一边就是听着虫鸣鸟叫，一边喝下午茶。那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很慵懒啊闲适的氛围。那之前我利用了就是庆祝的节日呢，到那边实际走访之后呢，真的有感受到一种大自然的疗愈能量伴随着这种风声啊、雨声、鸟叫声啊，然后看着山景，听着温泉流放的声音，然后度过一个很就是疗愈的午后时光。那我觉得这边也是蛮适合呢，就是下雨天的约会景点，或是说呢就是在一个半日游的一个状况下呢，又可以得到身心灵的疗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就是北部人可以去来一个半日游这样子。但这边是以泰雅族为设计的主轴，所以它各个地点呢穿插很多故事跟传说，所以我非常推荐呢可以参加他们免费的导览，会对于泰雅族跟当地的人文自然会有很深的感动。那我们这一天呢，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比较晚才订房嘛，所以订汤屋，所以可能太晚订了，所以只能预订到中午12点的汤屋，就有点失望。可是实际上体验下来，却觉得说这是最好的安排了。12点泡汤，然后1点半导览，2点半苏菲旋转舞，看完之后刚好吃下午茶，吃到5点。
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有参与到，我觉得真的有一种灵魂的感动。所以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到我 YouTube 频道上面看我的那个附身版制的疗愈山林下午茶的汤屋开箱影片。那如果你想要就是直接看现场有什么样的就是设施啊，或是说汤屋的景观长什么样，都可以到这个 YouTube 影片来观看。那我一开始呢选好久，不知道选哪一个汤屋，因为它有好多个嘛。后来发现，这个香芋就是相见欢的香，然后沐浴的浴，香芋，它有山景，而且有独立卫浴，我觉得是里面呢我觉得最好的、最符合我们的需要的一个这个汤屋，那也推荐给大家。那这个位在乌来呢，就是充满泰雅族跟禅味的这种风情的这个汤屋园区呢，我体验到了就是很美的山景跟温泉，所以真的感觉被大自然疗愈了，很推荐。就是说大家可以利用生日啊或结婚纪念日这种特别的日子来好好犒赏自己。好，那在 Google 的评论上面呢，它是 4.2 颗星。那我个人的心得呢是在访率呢是 4.5 颗星，疗愈度呢我是给它5分的，美味度呢 4.6。好，然后温泉景色呢 4.8。那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山林间有搭配这种虫鸣鸟叫跟温泉，然后可以再来点下午茶，跟导览中体会到的这种绘画艺术啊、音乐啊、舞蹈的这种灵魂响应，我觉得超疗愈的。那它的缺点就是以汤屋来说呢，它价格是稍微偏高的，所以适合呢假日小确幸，好好宠爱自己。那不过呢，对于价格高不高这件事情呢，其实是真的是见仁见智。像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会很愿意花钱在吃的啊，或是很愿意花钱在买手机啊、买车啊，或是买房。那我个人呢，就是非常比较属于那种舍得花钱在就是这种住的，好，或者是说体验类的。好，那就每个人的喜好是不同的嘛。那我就是比较喜欢体验饭店啊、大自然疗愈的饭店啊、住宿的这种。那另外呢，也有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宜兰鸠之泽温泉。那这个我觉得我另外开一集再来讲这个好了，因为我觉得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些疗愈系的这种温泉旅宿还蛮多的，所以我想说先介绍这个部分，然后之后有时间我们再来聊另外就是新住的这个部分这样子。好，那我自己排序了就是1到10名，我觉得有这种大自然山景可以泡汤的啊，半露天的这种温泉旅宿。好，那我排了1到10名，但是我自己心目中的评比啦，那也供大家做参考。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先从第10名开始，就是第10名呢是位在新北的大阪根温泉度假饭店。那这个大阪根森林游乐区旁边呢，就是有个大阪根森林度假，就是温泉度假饭店嘛。那我们可以先去就是森林步道走一走，然后再来体验温泉设施。之前我是有带孩子去走步道，然后体验过他的1日游的泡汤加美食。那他在森林旁边感觉环境不错，可以运动之后，然后再来就是用个餐，然后再泡个汤啊，也感觉很好。那我有看到它的建筑外观是蛮现代的，那我感觉住宿体验应该也会不错。好，那这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我觉得这边的就是优点呢，就是它在就是大阪根森林游乐区旁边嘛，所以可以先走一走啊，呼吸芬多精再去泡汤。那户外泡汤区呢有 SPA， 下午茶呢也是服务很亲切。好，那缺点的话呢，可能是它的森林步道可能需要多一点人一起走。我那时候跟我女儿2个人走，觉得有点小害怕，就是可能就是在森林间嘛，然后又没有很多人的话，所以是建议就是多一点人一起走。那住房的评价在 Google 评论上是 4.2， 然后 Agoda 是 8.4， Booking 是 8.5。那我个人的心得在访率是4，然后疗愈度 4.2， 美味度4，然后温泉景观 4.4。
那我们进到第9名。那我心目中的第9名呢，温泉度假旅宿疗愈系的，就是苗栗的云水度假温泉。那当初呢，就是带孩子们来体验美人汤，它的半露天温泉是可以看到山景的，还有听虫鸣鸟叫，也是感觉很疗愈。不过它的饭店本身是比较民宿式经营的，如果喜欢星级饭店的人，可以纯泡汤，然后也很棒。那详细的介绍，如果想要看影片的话，可以到我的 YouTube 看那个苗栗温泉，就是度假饭店开箱，就云水度假温泉的这个开箱，然后里面都有，就是做一些影片的介绍。那在评价的部分呢，就是 Google 呢是给它 4.3 颗星，然后 Klook 3.8，Agoda 8.1。那我个人的心得呢，在访率是4，然后疗愈度 4.3， 美味度4，然后温泉景色 4.8。那它的优点呢，就是有户外跟室内的泡汤区，可以看山景啊、草地啊，还有烤箱、蒸汽室啊。那秋冬呢，它有落羽松，是蛮漂亮的，然后也有泡脚区。那我在就是缺点部分呢，因为我们是去入住啦，然后刚好入住的时候是住比较低楼层，那淋浴间在窗户旁边，有点担心隐私，而且刚好我们的窗帘坏了，也没办法换房间，所以饭店本身是有提供我们去汤屋泡澡，就是洗澡啦。去了之后，可是又担心它的那个窗户会透光，有点就是雾煞玻璃那种感觉，所以我们是比较在乎隐私，所以决定还是回房间，然后东遮西遮，还是在自己的浴室用毛巾遮蔽完成了洗澡。那可能因为临近郊外呢，我们住的房间难免会有一些蚂蚁啊，如果你在意的话呢，就是可以纯泡汤，应该也是很享受的。好，再来呢就是第8名，就是山湾水月的度假温泉会馆，这是在花莲的。那当初呢，我是被他的照片吸引的，就是他的房间外面有一个蛋形的那种藤编的巴厘岛风情摇椅，跟泡汤看景的图片，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要去住这，看起来超疗愈的。就后来实际入住发现，虽然设施不是最新颖的，但是美景真的是无敌，让我看到好美好感动的那种金黄色的晚霞。那因为泡汤池呢在户外，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大自然落叶会掉到水池里面，但是仙境般的这种美景呢，真的是让我永生难忘。像我的那个，在我的就是那个 YouTube 频道啊，或是说我的 logo 啊上面的那些天空的美景，很多都是在这个山湾水月这个地方拍的，因为真的太美了。那山湾水月的景观温泉会馆呢，它是在花莲安通的温泉区，所以它是比较日式风味的景观套房，是很舒适，然后每一间也可以看到就是山林的风景。然后它也拥有就是户外的景观汤池跟就是很特别的无边际的泉池。那这边泡汤我看到了很美的山景跟晚霞，那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被大自然疗愈到的感觉。那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看我的就是温泉开箱的影片，我有在它的那个无边际的温泉池呢有做一些就是拍摄。那它这个无边际的温泉泉水呢，是引自花莲当地的弱碱性的氯化物的硫酸盐泉，那充满矿物质，它水质是透明的，但是跟空气接触一段时间就会氧化变成乳白色。那这样子宽广的美景下泡汤呢，心情也会跟着就好起来。不过在户外水池难免会有这个落叶灰尘啊，所以如果你介意的话，也可以在池边欣赏美景，也是很悠闲舒压的。那它的住房评价在 Google 呢是 4.5 颗星，然后 Agoda 是 8.7， Booking 是 8.7。 那我个人呢在访率是4，疗愈度呢 4.6， 美味度 4.1， 温泉景色 4.9。 那它的优点当然就是它户外泡汤那边是无边际，可以看疗愈的山景啊，还有那种绚烂的天空，超级美的，是我看过目前数1数2美的天空。然后它的缺点可能就是房间是比较传统的，但是很干净啦，就是说
不过你不要把它想象成就是那种跟5星级饭店比较，它去真的就是景观这样子，就是为了去看景观是蛮值得的。再来第7名，就是我心目中的第7名是花莲的蝴蝶谷温泉度假村，那它是位在呢富源呢国家森林游乐区里面。那到这边呢可以赏蝶或是赏萤，那加上呢森林间会有这种虫鸣鸟叫，然后在这边泡汤呢也是很大的享受。那我们在2022年春节的时候去的时候，春假的时候去，发现房间都翻新了，非常舒服。那我们住的是彩蝶和风馆，里面是北欧风的，我就觉得好幸运哦。它是就全新的那种温馨明亮的风格，非常非常的喜欢。那因为我个人就是有一个怪癖，就是我到一间饭店，我一定要住到我自己最喜欢的房型。因为我没有去住过嘛那时候，所以我就是订了 Villa 区跟彩蝶和风馆。我想说那这2个都住看啊，看哪一种比较好。就发现可能刚好我那时候换到 Villa 区，就是我们第二天住了 Villa 区嘛，第一天住彩蝶和风馆，发现 Villa 区我们住到的房型比较小，所以就是有一种感受上的落差，所以我觉得还是和风馆的房型是最优质的推荐，如果要推荐的话。对，那刚好也才翻新没多久，我就感受非常好，也很推荐。那它在 Google 的住房评价是 4.2， 然后 Agoda 是 8.2， Booking 是 8.2。那我个人的心得呢，是在访率是 4.5， 疗愈度 4.6， 美味度 4.8， 然后温泉景色也是 4.8。然后它的优点就是说，它在户外泡汤靠山啊，就是的这种美景啊，还有树的景色都非常优美，很疗愈。而且它有那个夜间导览萤火虫，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萤火虫，大人小孩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哦。那晚上呢，就是他会带队，然后让我们去走它的园区，就会看到一闪一闪的萤火虫，是一个很美好的体验。那当然，如果你是很怕黑的话，可能会觉得很暗，但是就是一种体验这样子。那和风彩蝶馆呢，就是它改装成北欧风，然后新颖又温馨，所以很喜欢。那它的缺点的话呢，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分配到 Villa 区房型比较小，所以很失望，就是我比较失望，因为 Villa 区好像比较贵。对，然后可能是运气啦，也许你去住的时候会住到只是比较大的 Villa 区也不一定，所以是看人，见仁见智，我是分享我的经验。好，然后第6名呢是统一谷关的温泉度假村，它是位在台中谷关。那2021年它重新的正式开幕，然后呢打造就是自然寓意啊跟那个原住民文化的视觉设计。那我们这次有入住呢，就是有西景的，就是生活楼中楼的4人房型。那它也有很丰富的设施啊，可以泡汤戏水，还可以划船跟射箭哦，室内室外都可以玩。然后拥有全台最特别的5型汤泉，我最喜欢的就是5型汤泉这一区，因为它是露天的，然后可以看见超美的天空绚烂的景色，搭配山景，非常非常疗愈。那这边也是可以穿泳装入浴，就是泡汤的。那它的这种缤纷的温泉池呢，就是它最特别的地方。那谷关的温泉是属于这种弱碱性的碳酸泉，所以在这边呢，它5型汤嘛，所以它又加入了每一池不同的，像檜木啊、草原啊、五加皮啊、咖啡啊、薰衣草等这种天然草药。所以除了颜色会不一样，然后味道也会更丰富，对身体也有不一样的疗效哦。所以在这边听着这种虫鸣鸟叫，看着晚霞，真的超疗愈。所以我还是就是也是很怀念在这边的时光。那我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是比较懒惰一点的，所以这个影片我还没上架，然后之后有上架，大家也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来观看。那它的 Google 的住房评价是 4.7， 然后 Agoda 是8，然后 Booking 是8。那我个人的心得在访率是4，因为的确是比较远啊，然后就是价格我觉得以它的整体来讲呢，稍微有高一点，然后呢疗愈度是 4.5， 美味度 4.7， 温泉景色 4.9。那
在它的优点方面呢，它的户外泡汤区呢，面山景的地方，景色非常非常的优美。然后呢，黄昏时分看到夕阳彩霞，也非常疗愈。然后它的五行汤很有特色，大人小孩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它的饭店设施啊也很多，然后也有很多就是适合小朋友玩的一些室内设施，服务又很亲切。那它的就是缺点的话，就是它的饭店本身没有我想象中的大，但是它的五行汤的区域景色真的是非常接近大自然，充满疗愈能量。那只是说它改装之后价格偏高，住房可能会影响到再访率啦。那如果说对，它好像有纯泡汤的票券，那感觉呢能够常来这边泡汤的话，好像也是蛮可以延年益寿的那种感觉。我看到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也是好像是买泡汤券，然后来这边泡汤，然后聊天，我觉得感觉非常惬意。好，然后也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1到5名。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我先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因为我要控制一下，不要让大家太累。OK， 那今天好像节目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就下一集呢再来分享，就是全台湾这个前5大，这是我住过的，我觉得可以排在前5大的这种疗愈系的大自然温泉旅宿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节目呢就先到这边那也祝大家呢都能够健康、平安、快乐、幸福的过每一天哦。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咯，拜拜。肯定语，跟着我在心中默念，或是大声朗诵出来，可以改写你的潜意识，让你活出丰盛、喜悦、幸福的人生。我是幸福的，我值得幸福，我值得被爱，我值得拥有世上所有的美好。我值得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关系。我知道我可以迎接一件一件美好的人事物，让我丰盛喜悦的人事物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知道我是幸福的。